楚风小友送你，你便接着，别忘记守此处安宁，是你的责任。精灵国王说道。是，谨遵国王陛下之命，多谢楚风小友大礼。那位领主小心翼翼收好令牌，一张老脸之上尽是笑意，尽管不敢接受，但实际上他也是非常渴望能够指挥那些石头大军的。毋庸置疑的是，有了那群石头大军守护，他们这处领地的战力绝对会大大的提高。国王陛下，暗殿大军如此频繁的攻击远古精灵各处领地，自然也是有着驻扎的营地的，难道就未曾查到过？楚风问道。楚风一路走来，到过10几处领地，也是知道自打远古精灵与暗殿的战争爆发后，远古精灵便极为被动。之所以被动，那便是只能守无法攻，因为他们不知道暗殿的营地在哪。暗殿很狡猾，而且暗殿殿主的结界之术很高明，莫说是他们的营地，就连他们每次进攻之后撤退的时候，都是消失的极快。精灵国王说道。的确如此，国王陛下还好，换做我们连追都追不上。这次是那个叫做雪姬的女人主动放弃了那些暗殿大军，否则怕是他们依然可以全身而退。那位护法也是说道。原来是这样。楚风沉思一番后，对精灵国王说道。国王陛下，可否帮我联系练冰仙人和雪发仙人以及张明前辈？楚风知道练冰仙人他们3位身份特殊，除了实力强劲之外，更是龙纹界灵师，所以他们加入战场之后，并没有让他们简单的镇守一方，而是让他们去寻找暗殿之人的下落。可以，不过楚风小友，精灵王国内我不能长时间离开，此次来此也是暗中行事，我们怕是要尽快返回精灵王国才可。精灵国王说道。也好。楚风点了点头，而事不宜迟，他们定下之后，便直接前往了精灵王国。只是楚风临行之时，却忍不住回头观望一眼，目光颇为复杂。雪姬说出这2个字的时候，楚风陷入了沉思。尽管在这次交锋之中，那雪姬临阵脱逃，楚风可谓大获全胜，但楚风总觉得那叫雪姬的女子要比灭世仙人还要危险得多。因为哪怕是楚风率领石头大军来此，可在那雪姬的眼中，却也未曾看到过一丝恐惧，并且在那些远古凶兽的身上，楚风隐约间感受到了那雪姬的一丝气息。暗殿殿主楚风见过，虽然他实力极强，可与精灵国王一战，可那些远古凶兽的身上却并没有暗殿殿主的气息，这让身为龙纹界灵师的楚风有一种推测，暗殿得以控制远古凶兽，怕是与那叫做雪姬的女子脱不了干系。总之，这个女子的存在让楚风很是不安。不过，那女子已是逃走，眼下要做的是尽快回到精灵王国，与练冰仙人他们会合。而又过了一段时日，练冰仙人、雪发仙人、张明这3位龙纹界灵师也是陆续赶到精灵王国内。眼下，精灵国王以及练冰仙人、雪发仙人、张明几人同在一处，他们还不知道楚风要与他们说什么事。别看楚风是第一个抵达精灵王国的，可是刚刚抵达后，楚风便闭关了。算一算，到现在为止，楚风闭关已是有了一些时日。终于，在诸位等了许久之后，楚风也是现身了。楚风小友，你可真是让我等大开眼界呀！想不到5行秘技的宝藏竟是石头大军，这份宝藏对于眼下的形势来说，简直是最受用的了。练冰仙人此刻很是高兴，他已经从精灵国王那里听闻了石头大军的事情，不过仔细观察一番后，却又问道：对了，无量呢？他去哪里了？几位前辈，今日将你们叫到此处，主要是有2件事想要说。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在场之人皆是变得凝重起来。他们看得出来，楚风要说的事似乎并不简单。第一件事，无量仙人乃是暗殿之人，并且他有另外一个身份，那便是战苍天。在其实道场的时候，他原形毕露，把一切都说了出来，甚至想与灭世仙人联手斩杀于我。幸亏我早有准备，才逃过一劫。楚风对众人说道。什么？无量竟是战苍天？得知此事，莫说是练冰仙人、雪发仙人，他们震惊不已，就连精灵国王也是眉头一皱，显然没有想到无量有这么一个危险的身份。真是该死，难怪战苍天仇家无数，却没人找得到他。原来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竟是无量仙人，而我竟然与这个家伙认识那么久，真是恶心。此刻，雪发仙人也是一脸的怨念，可以看得出来，雪发仙人对战苍天也是极为厌恶。实不相瞒，我能得到5行秘籍，也是暗殿殿主故意设计的。天道府与人王府已经归顺暗殿，当初他们是故意去攻打青木山，攻打青木山是假，让我得到5行秘籍，从而让我融合才是真。楚风说道。竟有这种事？那地狱府呢？德狱府莫非也顺从了暗殿？练冰仙人问道。德狱府并没有，他们应该是真心想与我们联盟。而当日5行秘籍我已经得到4个，唯独只差德狱府的那个，所以他们送我秘籍也是情理之中。相信暗殿殿主也是看透了这一点。楚风说道。暗殿还真是阴险，得知真相，人们都是眉头紧皱。暗殿的各种手段都超乎了他们的想象。此次是楚风早有防备，若是楚风也如他们一样，始终被蒙在鼓中，那暗殿就得手了。现在那掌控石头大军的便不是他们，而是暗殿，而这种事情是不敢想象的。无量的身份必须公布于天下，不能再让他利用这个身份来危害他人。楚风说道。精灵国王点了点头，随后问道：楚风小友，另外一件事呢？另外一件事便是我们不能再这样被动下去，必须找到暗殿的各个营地，然后将其根除。我们必须开始反击。楚风凝重地说道。提及此事，张明便是一口长叹。楚风小友，此事着实是难。练冰仙人也是摇着头说道。雪发仙人则是低头不语。自打他们来到此处，便开始寻找暗殿的营地，可是时至今日，
他们可谓是一无所获。不瞒诸位前辈，在你们来此之时，我一直在闭关，就是在做一些东西。楚风说话之间，取出4个面具，那面具竟是暗殿之人所戴着的面具。这是看到这面具，3位龙纹界灵师皆是眼前一亮，面露吃惊之容，竟不由自主的将面具取过，仔细的观察起来。而越是观察，3人眼中的吃惊之色越是浓郁。神了，真是神了！楚风小友，你真乃神人也！此刻张明毫不吝啬地对楚风夸赞起来。我当初还想收楚风为弟子，现在来看，倒是我不自量力了。楚风，我应该拜你为师啊，收我做弟子吧。而雪发仙人此刻更是狂喜，向来性情耿直的他，竟与楚风开起玩笑，让楚风收他为弟子。这下暗殿怕是要倒霉了。练兵仙人也是抚摸着胡须，一脸的笑意。几位，这面具究竟有何作用？此刻倒是精灵国王一头雾水。他虽然自身实力超群，可却并非龙纹界灵师，所以哪怕他有多种感应手段，却也发现不了这面具的奇妙之处。这面具乃是当日在击杀暗殿之人时特意留下的。这几日我闭关就是在这面具内做手脚，现在只要有龙纹界灵师催动下，凭借着面具便有机会找到暗殿之人。楚风解释道，并非是有机会，而是绝对可以。而只要找到暗殿之人，哪怕是他们的营地隐藏的再隐秘，也将暴露。国王陛下，楚风小友绝对是您的福星，不仅带来了石头大军，让我们战力大增，更是找到了反击的方法。练兵仙人高兴地说道。楚风小友，看来与暗殿之战的胜负不在我，而是在你啊！此刻精灵国王也是大喜，他因为怕暗殿殿主来袭，所以必须镇守于精灵王国内，能做的事情很少，哪怕与暗殿的战争始终处于被动，可却也没有任何办法，除了愁还是愁。而楚风今日当真是给了他一个极大的好消息，这让他狂喜不已，憋了一肚子的火，终于有地方可以撒了。在此之后，楚风与3位界灵师便分头行动，凭借那面具，在远古精灵各个领地内外寻找暗殿的营地。而那面具的确有用，接二连三的将暗殿的大本营给挖出来。而凡是被挖出来的大本营，都会遭受极大的打击，就算有人逃走，也是逃走不了多少。一时之间，远古精灵与暗殿的战争，远古精灵处于了绝对的优势。无奈之下，暗殿全面撤退，但撤退之时已是损失惨重。此刻，在一个漆黑的地方，只有几个火把在燃烧着。火把的光芒虽暗，可却也隐约间照出了这个空间的大体结构。这是一个极大的空间，4是宫殿，又4是地宫。但可以确定的是，此处很是隐秘，火把正在燃烧，不断发出嘎嘎的声响，将本不明亮的此处衬托得有些恐怖。但这种恐怖却远不及那下方时不时传来的声音。那声音似是嘶吼，但更像是哀嚎，夹带着无尽的愤怒以及浓浓的杀意，就像是魔鬼在吟唱，让人只听到这个声音便会毛骨悚然。眼下这里有这几个人，一位是暗殿殿主，他正坐在一个威严十足的座椅上，凝视着下方的2个人，而在他的旁边则是站立着一位美丽的女子，此女正是那位名为雪姬的女子。至于暗殿殿主凝视的2个人，正跪在地上瑟瑟发抖。仔细观看，这2人乃是灭世仙人以及无量仙人。本以为你们死了，原来还活着，我要是你们绝对不敢再现身。暗殿殿主对2人说道。殿主大人，您听我说，您听我说呀，这件事情真的不能怪我们，我没想到楚风那样狡猾，早在前往七石道场之前就识破了我的身份，他带我去七石道场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幸亏是灭世大人及时赶到，否则我必死无疑啊。无量仙人解释道。然而就在此刻，暗殿殿主的眼中忽然寒芒闪烁，顿时一股寒意横扫开来，竟将灭世仙人与无量仙人吹得连滚带爬，滚了足足数万米后，狠狠撞在墙壁上，这才停下。而这一刻，那暗殿殿主的身子竟已离开座椅，且从半空之上缓缓而降，站到了2人身前，说道：楚风率领石头大军攻破我暗殿多个营地，本被我们牢牢把控的战场，只因楚风一人便发生了逆转，而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你们通报不及时。你们失利我可以理解，既然成功逃脱，为何不及时回来向我通报事情经过，也好让我有个防备。殿主大人，此事怪我，那七石道场的石头实在是太厉害，当日我被石头击伤，根本无法长时间赶路，必须尽快修复肉身，否则会耽误日后的修为。而无量被楚风毁了肉身，只剩下了灵魂，比我的情况还要糟糕。在我稳定修为后，我便为他重聚肉身，尽最大力量保住修为，所以这才耽误了一些时日。可我们万万没想到，在这段时间内会发生这么多事。无量仙人解释道。是啊，殿主大人，就算楚风得到了七石道场的那些石头，可终归只是增添战力而已。而我们在远古精灵各领地外建造的营地，可是您亲自打造，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现的，怎么会被发现了呢？无量仙人很是不解地问道。他曾试验过以他的结界之术去寻找那营地，可是营地明明就在附近，他却根本感受不到，那样的营地是不可能被发现的。如今怎么全部被攻破了？营地隐秘，靠的是结界之术，营地被发现，自然就是有人破了我的结界之术。练兵他们的手段，我多少了解一些，以他们的本事，绝对不可能破了我的结界之术。暗殿店主说道。莫非是通天？是通天仙人帮助了远古精灵了？灭世仙人问道。仔细想想，在五之圣土，在结界之术上，能与他们这位暗殿店主一较高下的，便唯有名列十仙之首的通天仙人了。虽然他排在第二，通天仙人只比他高出一个名次，但他却知道他与通天仙人的差距可谓天差地别，根本不在一个层次。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那便是楚风。雪姬说道。楚风听得此话，灭世与无量的眼中皆是闪过一抹惊讶，但那抹惊讶率很快便消除了。不仅消除，无量仙人更是主动说道：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楚风连抵挡5帝巅峰的阵法都布置得出，他的结界之术的确是不容小觑。店主大人，楚风此子万万不能再留了。灭世仙人也是开口说道。听得此话，暗殿店主的目光也是微微变化，片刻之后说道：楚风这个玩具我也玩够了，是时候毁掉它了。暗殿店主说这话的时候，眼中散发着浓浓的自信。玩具在他的眼中，楚风就是一个玩具，只能任他摆布。当他玩够了的时候，想杀楚风随时可杀。楚风再难缠，终究是个小鬼。你们两个好歹活了几千年，居然被他玩得团团转。无论如何，你二人也必须受罚。可随后，暗殿店主又将那阴狠的目光投向了灭世与无量。听得此话，灭世仙人与无量仙人皆是身体一颤。随后，灭世仙人更是赶忙说道：店主大人，此次前往其实道场，我们虽然失利，可却并非一无所获。五行秘技真正的宝藏在我们这里。开玩笑，那些石头大军竟被楚风掌握，难不成你们还能从楚风的手中夺回掌控权不成？此刻沉默许久的雪姬讽刺地说道：不，其实道场的那些石头只是其一，真正的宝藏在这里。灭世仙人说话间，拿出了那个卷轴，递给了暗殿店主。而此刻暗殿店主也是眼前一亮，将那卷轴接过后，并未急着打开，而是仔细打量了一番，这才淡淡一笑道：若是卷轴之内真有宝藏，对你二人不乏返赏，多谢店主大人。听得此话，灭世仙人与无量仙人顿时大喜，而灭世仙人更是大献殷勤，笑眯眯地说道：店主大人，这卷轴有封印，需要破开封印才能看到内容，我不敢擅自解封观阅这卷轴内容，属下觉得这卷轴的内容唯有店主大人有资格观阅，所以还请大人亲自解封，还算懂事。听得此话，暗殿店主的面具之下总算才传来一抹笑声，随后他探出手掌，结界凝聚，先是对那卷轴一抹，化解了一股力量之后，这才将其打开。然而卷轴刚刚打开，一股液体竟自卷轴喷出，一切来得太快，尽管暗殿店主第一时间闪躲，但还是被一部分液体击中，不仅洒在了身上，还洒在了脸上。见到这一幕，灭世仙人与无量仙人皆是大惊，就连那位向来淡定的雪姬也是神情一动。店主大人，您没事吧？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卷轴竟然还有机关。反应过来后，练兵仙人与无量仙人赶忙冲上前去，布置结界阵法，想帮暗殿店主吸干那液体。滚！然而他们还未靠近，暗殿店主便怒喝一声，大袖挥动之间，灭世仙人与无量仙人便再度飞出，落地之时已是七孔流血的倒卧在地，莫说是经脉，就连骨头都被震成了粉碎。店主大人，我们并无不敬之意，只是想帮您。无量仙人虚弱的解释道。帮个屁，这他妈是尿！暗殿店主愤怒的咆哮道。声音传来，这方空间都是一阵颤动，可见他当真是愤怒极了。而就在下一刻，那卷轴之上竟然光芒闪烁，似有字迹浮现而出。暗殿店主尽管已然被阴了一道，但还是忍不住看了过去。可是这一看，他更是大怒，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宝藏！愤怒之下，暗殿店主猛然将那卷轴丢出，射向了灭世仙人与无量仙人。那卷轴夹带暗殿店主所赋予的武力，靠近之后竟猛然爆炸，将灭世仙人与无量仙人的半个肉身都给炸碎了。可是哪怕如此，灭世仙人与无量仙人却依旧不敢当场疗伤，而是强忍着伤痛打开了那卷轴。这一看，二人顿时脸色大变。那卷轴之上浮现着一行字：楚风爷爷的尿可还好吃？尿！那的确是尿，不仅是尿，而且还是楚风的尿，并且还洒在了暗殿店主的身上。暗殿店主是何等存在？那可是来自天外的天骄。尽管楚风也来自天外，可暗殿店主从始至终都未将楚风放在眼里，觉得楚风不过是他想收拾便可以收拾的玩物罢了。而现在，楚风居然将他的尿洒在了暗殿店主的身上，这叫暗殿店主怎么能忍？最重要的是，这尿本该喷在他们身上，是他们自作聪明，不敢解开那封印，不敢打开那卷轴，才酿成此祸。所以他们当真是害怕极了。店主大人，我们错了，我们错了，请您饶恕我们，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此刻，灭世仙人和无量仙人也顾不得身体上的伤痛，赶忙跪在地上磕头求饶。暗殿店主的手段，他们太清楚了。当初他们之所以会臣服于暗殿店主，正是因为他够狠，不敢不从。两个没用的东西，竟然还敢求饶！暗殿店主探手一抓，便将灭世仙人与无量仙人抓了起来，随后丢到了雪姬的脚下，道：雪姬，他们两个交给你处置，好好惩罚一下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遵命。雪姬说话间便转身离去。奇异的是，灭世仙人与无量仙人的身体竟也漂浮而起，随着雪姬一同离去。而听得暗殿店主将他们二人交给雪姬处置之后，二人的脸色顿时难看到了至极，像是受到了极度的惊吓一般，开始不断的向暗殿店主求饶。可是暗殿店主却是连看都不再看他们二人一眼。没过多久，雪姬便回来了。而此刻的暗殿店主并未擦干身上的尿，反而抓住衣服，再闻着衣服上的味道。想不到店主大人竟有如此嗜好。见此一幕，雪姬忍不住掩口轻笑起来，并非什么嗜好，只是我要记住这个味道。暗殿店主说道。什么味道？雪姬好奇地问道。侮辱的味道，这对我来说乃是奇耻大辱。这个味道会提醒我，一定要让那楚风生不如死。暗殿店主一字一句地说着，其中散发着浓浓的恨意。店主大人莫要担心，只要你想，莫说楚风，就算是远古精灵，我们也可以一同灭掉。雪姬笑眯眯地说道。雪姬，莫非你成功了？听得此话，暗殿店主也是大喜，竟忘记了之前的不悦，表现得很是激动，显然是有极大的好事已经办成功了。雪姬点头说道。好，此事确定。暗殿店主更是开怀大笑，且大笑过后走到雪姬身旁，难得的以温柔的语气说道：真正能为本店主分忧的，唯有雪姬你。
话到此处，暗店店主便探出手臂，想要将雪姬抱入怀中。然而，对于暗店店主的拥抱，那雪姬却是妩媚一笑，随后身形一飘，便闪躲开来，笑眯眯地说道：“店主大人，那是尿，并非酒，不至于喝醉吧？”听得此话，暗店店主双眼微眯，似是有些不悦，但很快那抹不悦便消失不见，反而忽然大笑道：“哈哈，是我糊涂了。”而那雪姬也是淡淡一笑，随后身姿又是一飘，便消失不见。此刻只留下了暗店的店主一人，他闭上双眼，深吸了一口气，似是在闻雪姬身上的香气。而当其再度睁开双眼之时，便开口说道：“我想得到的女人，没有得不到的，天外已是如此，又何况是你？总有一日，我要让你心甘情愿的臣服在我身下。”话到此处，他的眼中闪现出了一抹光芒，那是自信的目光。依靠着楚风所制造的能够追寻到暗店之人气息的面具，远古精灵向暗店发动了全面反击。暗店驻扎在远古精灵各个领地外的营地，很多都被攻破，未能攻破的也是赶忙退走。一时之间，暗店之人消失匿迹，不敢再出现。而远古精灵却并未停止对暗店的打击，在打完了翻身仗之后，便将目标投向了天道府与人王府。的确，远古精灵答应过清玄天不可灭天道府与人王府，可如今天道府与人王府竟然与暗店联手，那就算不将其灭掉，也必须给予打击才行。只是当远古精灵的大军抵达天道府与人王府的时候，才发现天道府与人王府真正的精英高手们全部都走了，只剩下一群不明真相的长老和弟子。天道府与人王府俨然成了两个空壳子，而远古精灵自然也不会对那些无辜的人下手，此事只能作罢。不过为了避免与他们联盟的势力遭殃，远古精灵开始向除了地狱府外的4大地族、妖蛟王族提供兵力，避免他们遭受暗店的攻击。不过暗店却出奇般的规矩，打败之后竟许久未曾现身，这让所有人都觉得是暗店怕了，更让远古精灵们再一次找回了举世无双、天下无敌的优越感。但楚风却不敢大意，他总觉得暗店还未使出全力，只是拔掉对方的营地，杀了一些远古凶兽以及更小部分的暗店之人，还无法伤掉暗店的元气。此刻，在距离精灵王国的边境数千万里之外的地方，有着一个人虚弱的倒在地上，这是一位5帝强者，并且修为不弱，乃是一位3品5帝。可眼下他已伤势极重，至于他身穿的黑袍以及脸上的面具，出卖了他的身份，他乃是暗店之人。而在这暗店之人的身旁，还有着2个人，一个盘坐在地，闭目养神，另一个蹲在其身前，正在对那暗店之人做着什么。那2个人便是楚风与雪发仙人。楚风始终觉得暗店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一直依靠那面具在寻找着暗店之人。今日终于寻得了一位，只不过捉住这位之后，楚风却并未对其如何，而是交由雪发仙人处置。至于他，虽然是盘坐于地，可是心神却在界灵空间之中。楚风在界灵空间之中同样盘坐在地，只不过他是盘坐在淡淡的身前。我的女王大人，你要何时才能苏醒？虽然与暗店的这场战争现在看似占据了优势，可我总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再就好了，可以帮我分析一下，给我出些主意。楚风这番话不仅尽是对淡淡的思念，同时也有着他的隐隐不安。这场战争他们必须胜，若是输了，对5支圣土来说绝对是一场劫难。而因为那暗店店主很可能是楚风的同族族人，楚风就更是觉得他的责任重大，所以如今楚风心理上的压力也是极大，甚至超过了精灵国王。师尊，我成功了，你快来看，我成功的解开了他的面具。就在这时，一道喜悦的声音忽然响起，楚风赶忙将心神投射到现实之中，这才发现雪发仙人正满面笑意地看着他。这位向来冷酷、被世人定为魔女的女子，此刻的脸上竟绽放着如孩子一般的笑容，而那声师尊也正是他叫出的。雪发前辈，千万别这么叫，师尊，我是不敢当的。楚风笑着摇了摇头。自打见识了楚风的诸多结界之术后，雪发仙人这位当年一心想要收楚风为弟子的魔女，现在一心想要拜楚风为师尊，而楚风去哪他都要跟着。2者今日总算有了些收获，抓到了一个暗店之人。以楚风如今的结界之术，已经可以破解暗店之人体内的自爆阵法，摘下他们脸上的面具，而这也正是雪发仙人想学的手段。楚风传授给了他，而现在雪发仙人已然成功掌握。听你的，反正在我心里，你已是我师尊，无论你让不让教，其实你都是。雪发仙人又是一笑，随后便去摘那暗店之人面具。而看着这样的雪发仙人，楚风心中则是感慨万千。想当初的雪发仙人险些没将楚风折磨死，在楚风心中，雪发仙人乃是地地道道的大魔女，但是现在不仅一口一个师尊的叫自己，竟还像个乖乖女一样对楚风唯命是从，这等反差当真是大。竟然是天道府的人，天道府果然归顺了暗店。摘下面具之后，雪发仙人的眼中涌现出厌恶的目光，因为眼前这位老者的确是天道府的一位长老，且资历不错，还曾与雪发仙人打过交道。说吧，你来此处有何目的？楚风问道。那位连连摇头，不敢说话。放心，你体内的自爆阵法已被我解除，你可以说实话。楚风说道。我若说实话，你们可会放我一条生路？那位战战兢兢地问道。弃暗投明，饶你不死。将功赎过的话，日后击败暗店也有你一份功劳。楚风说道。楚风小友，其实我的生死倒是无所谓，只是希望楚风小友能够答应我一个条件，只要你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那位老者说道。你说。楚风说道。请你从暗店手中救出我的家人。话到此处，老者的双眼竟有些湿润。好，我答应你，若是可以，一定救出你的家人。楚风点头道。那我便说了，楚风小友，我来此处
本是必死无疑的，就是要故意传播一个消息给你们。那位说道。什么消息？楚风问道。我是来告诉你们暗殿的大本营的，但是那里有埋伏，你们千万不能去。那位老者说道。怎样的埋伏？楚风问道。我不清楚，我身份卑微，那大本营我都没有去过，就连那里有埋伏，我也是无意间听他人所说。我来此处本就是送死的，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府主的手中，我不送死，他们都要死。可楚风小友既然救我一命，我便愿意弃暗投明，为你效力。不过请楚风小友一定救出我的家人。老者话到此处，已经痛哭流涕，这不像是装的，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很在乎他的家人。放心，你的家人一定会救。那你可还知道其他事？雪发仙人问道。如今天道府与人王府皆已经加入暗殿。老者之后又说了一些事情，但都已是楚风他们知道的情报。没了。雪发仙人眯着眼睛追问道。没了，我只知道这些。老者点头道。听得此话，雪发仙人顿时寒光一闪，随后一掌轰出，便要杀掉这位老者。然而那掌还未轰出，楚风便一把抓住了雪发仙人的手腕，说道。雪发前辈，我们要说到做到，既然他已经弃暗投明，我们理当给他一个机会。只是雪发似想说什么，但最终却没有说，而是淡笑道。听你的。换做之前，雪发仙人一定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心狠手辣的他绝对不会说到做到，宽恕敌人，不然他也不会有魔女这样一个称号。但是现在他对楚风可谓既佩服又尊敬，所以对于楚风的话他不敢不从。然而就在此刻，忽然一道金光飞掠而来，是金色闪光鸟，是国王陛下，让我们立刻回去。楚风说道。好。雪发仙人点了点头。在此之后，楚风他们便带着那位老者返回到了精灵王国。在安置好那位老者之后，楚风便赶忙去见精灵国王，想将此事告诉于他。然而进入那座精灵国王所在的大殿之后，楚风却发现精灵国王的4大元老、8大护法竟全在此处，就连练兵仙人他们也都在，这让楚风心中一紧。这些强者本都在镇守各处，如今全部齐聚精灵王国，显然是有事发生。楚风小友、雪发仙人，你们回来的正好，有一个好消息。见二人归来，精灵国王面带笑意说道。我们已经得知暗殿的大本营的位置，终于有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了。听得此话，楚风与雪发仙人彼此互看一眼，皆是眉头微皱。随后楚风更是主动问道。这个消息可是从暗殿之人口中所得？楚风小友已经知道了。精灵国王问道。我们也捉到了一位暗殿之人，他来此处乃是奉命而来，而他的目的不是打探情报，乃是要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将这个情报传递给我们。不过我们解除了他身上的自爆阵法，摘下了他的面具，让他可以说实话。而可以说实话后，我们从他口中知道，暗殿让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大本营位置乃是一个陷阱。楚风说道。果然是陷阱吗？听得此话，在场之人议论纷纷。看来得到这个情报之后，他们也是猜到了，那可能是暗殿准备的一个陷阱。楚风小友，就算是这样，我们也是要去。这一次就是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精灵国王说道。既然明知是陷阱，就必须3思而后行，否则若这是个调虎离山，怕是我们损失将要极为惨重。楚风劝道。我已下令，远古精灵能调动的所有精锐都与我出发去找暗殿大本营。至于在我离开的日子，精灵王国会开启远古大阵，所以短时间之内精灵王国倒不会有事。精灵国王说道。那远古精灵的其他领地呢？楚风问道。事到如今，只能舍弃一些了，必须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才行。精灵国王说道。可是楚风仍不放心。楚风小友，那暗殿殿主与你很像，他并非5帝巅峰，但却能够与我一战。你知道为何吗？他有着与你一样的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并且他也拥有逆战5品的战力，所以他只是5品5帝的修为，就可与我这位9品5帝一战。你应该知道，我停留在9品5帝已有很久，始终无法突破到半祖，怕是在未来的短时间内也是不行。但是他呢，也许要不了多久就会突破到6品5帝，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也将不是他的对手，就连我精灵王国的大阵以及你在青木山布置的大阵也未必挡得住他。那个时候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并不是我不想做好万全之策，等有了十足的把握再与他们做个了结，只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个时间。精灵国王一脸凝重地说道。听到精灵国王的这番话后，楚风也是沉默了。的确，暗殿殿主拥有与楚风相同的力量，不仅掌握着楚风掌握的手段，还有着与楚风相同的战力。他只是5品5帝，便有了5帝巅峰的实力，若是让他达到6品5帝，将拥有接近半祖的实力。那个时候5之圣徒怕是无人能敌，而他若是达到7品5帝、8品5帝或者9品5帝呢？那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楚风小友，我们这个决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除此之外，我们也是别无他法，实在是时间紧迫，对手太强，事到如今真的只能放手一搏了。梁华长老也是说道。既然如此，那便听从国王陛下命令。见众人心意已决，楚风也只能点头顺从，因为除此之外他也是想不到好的办法。虽然大家都能够想到那里可能是一个陷阱，可这却是眼下他们能够找到的唯一突破口。于是在集结精锐部队之后，远古精灵便率领着由5帝强者组成的精锐部队向暗殿所在的大本营行去。暗殿所散播出来的大本营位置倒是一处极偏的地方，属于5之圣土人烟稀少的地方。经过赶路之后，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而经过一番寻找，他们终于找到了暗殿的大本营。只不过这与他们预想的全然不同，暗殿大军以及诸多远古凶兽皆是暴露在视线之内，各个城池皆有攻杀大阵，他们就像是早有准备，就等着远古精灵大军与石头大军到达此处后进行最后一战一样。看来他们的确是故意散播的消息，是要与我们进行最后的对决了。见此一幕，练兵仙人淡淡的笑道。听得此话，其他人的脸上
也都是涌现出了一抹放松的笑意，没有预想中的陷阱，而是光明正大的对决，这倒是正合他们的心意。不对，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眉头一皱，大喊一声：“怎么了？”听得此话，精灵国王也是赶忙问道：“那些皆是假的，乃是结界阵法所凝结成的幻象，在我等前方什么都没有。”楚风说道：“什么？楚风小友，你确定？”练兵仙人等界灵师追问道：“好歹他们也是龙纹界灵师，而他们使用的观察手段也是特殊的观察手段，但却没有发现丝毫的不对劲。在他们眼中，无论是那些建筑群，还是那些攻杀大阵，又或者是那些暗殿大军，以及远古凶兽，都是真实的存在。然而就在这一刻，天际之上传来一声炸响，随后天际之上竟突然下起了暴雨，那是绿色的雨水，如注一般倾洒而下。莫说远古精灵的大军，这雨水几乎覆盖了方圆万里。用结界之术，见状，练兵仙人、雪发仙人、张明以及楚风第一时间张开了结界大阵，覆盖了天际，想要抵挡那绿色的雨水。因为那雨水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味，单用眼睛来看也知道那不是寻常的雨水，而是毒液。然而那毒液实在太强，强到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竟直接洞穿了楚风等人联手布置的多重结界，且纷纷落在了众人的身上。不，该死，这是什么鬼东西？一时之间，各种惨叫不断传来，几乎所有人都被那毒液所侵蚀了，衣服被融化，皮肤被烫开，血肉变模糊，凡是被毒液击中之人，皆是惨不忍睹。此刻唯一没有事的，便唯有楚风以及精灵国王这两个人。哪怕是练兵仙人，他们这些龙纹界灵师，也都正在被那毒液所折磨着。哪怕用尽各种手段，只能是延缓毒液侵蚀的速度，却无法解除那毒液。而楚风没事，那是因为楚风百毒不侵。至于精灵国王没事，则纯粹靠着他那5帝巅峰的修为，硬生生的挡住了那毒液的攻势。可其他人便不行了，如练兵仙人、4大元老这些修为强横的还好，尽管也被毒液侵蚀，却也还能忍受，且用手段进行反抗。但是实力越是弱的，此刻便是越为凄惨，甚至有些人肌肤已经溃烂，只剩下了森森白骨。莫说这些血肉之躯的人，就连那些石头大军，此刻也发出了痛苦的哀嚎。那毒液竟然连石头也能腐蚀，简直是无坚不摧。暗殿殿主可敢光明正大与我一战？此刻精灵国王怒喝一声，虚空都被震成了粉碎，可见此刻的他是多么的愤怒。尽管早就知道此处会是陷阱，可他却没有想到这陷阱如此厉害，直接抹杀了除他与楚风之外的所有战力。此刻他后悔万千，早知道此处的陷阱如此厉害，他绝对不会率领这些远古精灵的精锐来此。这哪里是来一决胜负，这明明就是来送死。想与店主一战，怕是要让你失望了。店主根本就没有来。一道尽是讽刺的声音响起，那是一个女子的声音，正是那位雪姬。只不过雪姬只是声音响起，却并没有现身。然而那个声音刚刚响起，精灵国王便猛然一拳轰出，而其拳所向之处，顿时火光冲天，那方空间更是四分五裂，漆黑一片。精灵国王是通过声音锁定了那雪姬的位置，从而发动攻击，居然偷袭，真是卑鄙啊！然而那雪姬的声音很快便再度响起，充满讽刺之意，可见精灵国王的那一击并未能击中雪姬。该死！此刻精灵国王气得咬牙切齿，向来淡定的他，此刻也是无法淡定了。他的手下在受苦，他的族人在受苦，他的朋友在受苦，而之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他错误的决断。事实上，尽管他现在并无大碍，可也受到了那毒液的侵蚀，这样下去，就怕是他也要受伤。他自己死了没关系，可不希望族人死。最重要的是，他们若是全军覆没于此处，那他精灵王国的那些人迟早也要死。他们真的是要功亏一篑了。所以他很急，但尽管再急，却又没有办法。这话总情况之下，换作是谁也是无法平静下来。愤怒吧，然而你的愤怒并没什么用，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所有在乎的人被侵蚀致死，然后你也会身负重创，修为受损，最后再眼睁睁地看着你的精灵王国被击溃，你心爱的女儿被杀死。你想拯救天下苍生，却只能殒身送命。英雄可没那么好做。雪姬的声音接连响起，大有胜券在握之意。那可未必。然而就在这一刻，楚风的声音忽然响起，这一刻人们才注意到楚风已在高空之上，身上流转着金色的光芒，那是结界之力，并且在楚风的嘴角还挂着淡淡的笑意，那是自信的笑意。楚风他要做什么？见楚风此等模样，练兵仙人他们都是眼前一亮，他们都能看得出来，楚风用结界之术封锁了自己。尽管无法确定楚风的目的，但他们都知道楚风是要做什么。忽然之间，楚风的身上传来了一声闷响，随后他的身体竟然爆炸开来，漫天的血水飞逝而下，如雨水一般倾洒开来。楚风见到这一幕，精灵国王等人皆是脸色大变。然而当楚风的血水散落而下，落在人们的身上之后，人们却惊愕地发现，凡是被血水沾染的毒液竟然开始消散。楚风的血液能够解毒，楚风是在用他的血液为众人解毒，只不过毒液太多，楚风的血水有限，能够解掉的毒也是少得可怜。楚风他竟然明白楚风心意的精灵国王心中痛苦不已，楚风为了救众人竟然牺牲了自己，还真是伟大，竟然牺牲自己来救他人。不过可惜，终究只是血肉之躯，就算用结界之术复制了自己的血液，可终归还是有限，能救之人实在太少。雪姬讽刺地说道：“你确定吗？”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竟然响起，而在楚风的声音响起之际，天际之上，楚风之前所在的地方，光芒再度浮现。很快的，楚风的肉身便凝聚成型，竟然恢复了。楚风的肉身完整的恢复了，
就连衣服也是与先前一模一样，只不过他的脸色却是有些苍白，可以看得出来，他自爆肉身，用自己的血液救在场之人，身体的仍然是受到了损害的。可是哪怕如此，楚风仍然再度爆炸开来，爆炸之后又是一片血雨倾洒而下，又是拯救了一部分人。就这样，楚风反反复复自爆肉身，足足39次。当其肉身再度恢复之时，脸色已是铁青，双眼也是有些无神。尽管楚风属于不死不灭之身，可是不断的用阵法复制血液，却要消耗精神力。毕竟他不是简单的复制血液，还要复制他那百毒不侵的体质，所以这导致他精神力越来越弱，就连灵魂与本源也是受到了损伤。楚风，住手！这样下去，你会形神俱灭的。见状，练兵仙人大声呼喊起来。然而，对于练兵仙人的呼喊，楚风则是淡淡一笑。他岂不知道这样做很是伤身，但是他却无法看着那些人被毒液侵，而他袖手旁观。他必须这样做，唯有这样做，才有机会救大家。楚风小友，此刻精灵国王也很想阻止楚风，但却说不出口。毕竟面对眼前的情况，他无能为力。眼下能救众人的唯有楚风，只是他很恨自己没用。身为远古精灵的国王，如今剑族人受毒液所伤，他只能袖手旁观，反而将所有希望寄托在楚风这样一个小辈身上，这让他恨透了自己，愚蠢。而对于楚风这样的表现，那雪姬却发来了一声讽刺的笑声。在他看来，楚风为了救这些人而牺牲自己，乃是不值得的事情，并且就算楚风真的牺牲了自己，楚风也救不了在场之人，因为雪姬有着必胜之法。既然你如此愚昧，我便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绝望。雪姬此话一出，随后一声巨响便随之响彻，伴随这声巨响传来，天际之上竟又是一大片绿色的毒雨倾洒而下，再度覆盖了众人。哪怕那些已经被楚风治愈了一部分的人，此刻也再度被那毒液覆盖，再度被毒液噬体之痛侵袭。然而在那之后，天际之上竟连续炸响数次，且每炸响一次，便会有大片的毒液倾洒而下，覆盖众人。且在毒液不断的倾洒之后，楚风之前覆盖众人的血液已经彻底被毒液吞噬，楚风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没用了。不，见到这一幕，远古精灵的众位高层忍不住歇斯底里的大喊起来：绝望！此时此刻，他们那一张张苍老的脸上，那一个个深邃的眼中，皆是涌现出了绝望。这样下去，莫说是一个楚风，就算是再来10个楚风，也救不了他们，因为那毒液竟然是循环的，似乎可以无限的爆发，而他们却根本无法阻挡。绝望，的确是绝望。这种绝望弥漫在每个人的脸上。远古精灵的精英，五之圣土的众多高手，青木山的挂名长老，那来自远古的石头大军，此刻皆被毒液侵蚀。而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却是无能为力，只能等死。楚风，你可以继续用的血来救他们，我倒要看看是你的血多，还是我的毒多。雪姬的声音再度响起，其中尽是挑衅之意。然而这一刻，已是极为虚弱的楚风，却是淡淡一笑，说道：真是愚蠢！你说什么？听得此话，雪姬发出一声疑问。他的确是不明白楚风的意思，不只是他，在场之人皆是不明白楚风的意思。事到如今，他们已是极为被动，愚蠢的明明是他们，为何楚风还要说他人愚蠢？还是说楚风这句愚蠢是说给自己的听的？楚风是在自嘲，我是说你很愚蠢。然而就在众人猜测之际，楚风却说出了他的答案。这并非是自嘲，的确是对学费的侮辱。我不断的自爆，用自己的血液与毒液相融，的确是为了救在场之人。不过我要救的不是一部分人，而是在场的所有人。话到此处，楚风的眼中忽然闪过一抹决意，随后他单手捏诀，一股无形的波动便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凡是被楚风的血液所沾染之人，身上都开始闪烁起特殊的光芒。在那光芒绽放之际，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但是一种浓郁的气息却散发开来，那是楚风的气息，是楚风所独有的气息。最重要的是，此刻那气息竟与毒液相融。楚风要做什么？此刻人们仍然是一脸的不解。的确，那阵法散发出了楚风的气息，可是这种气息又能够改变什么呢？难道楚风是想用自己的气息来化解那些毒液？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毒万物，还不速速醒来！在众人不解之际，楚风却是大喝一声：什么？楚风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一愣，不明白楚风此话是为何意。楚风，是你吗？可是令人们想不到的是，在楚风话音落下之后，竟有一个声音响起，而最令人们吃惊的是，那个声音竟是自毒液之中发出。没错，此时此刻，每个毒液都在同一时间发出了那个声音。听着这个声音，所有人都是神经一紧，身体一颤。此时此刻，此时此地，他们仿佛都明白了什么。醒来吧，不要被人操控。楚风再度说道。我那声音有些犹豫。你就是你，不当被任何人所控。醒来吧，我的兄弟，不要忘记你的族人，他们还在等着你。你若这样下去，不仅无辜之人要因你而死，终有一日，你的族人也要被你杀死。楚风不断的说道。不，我不能杀了我的族人，我绝对不能，我不。毒液之中的声音越发清晰，且其中满是挣扎之意，到的最后竟然开始咆哮起来。而在最后一声怒吼之下，那沾染在众人身上的毒液竟然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忽然之间，那些正在腐蚀人们身体的毒液竟然开始飞射而去，不仅是人们身上的，就连虚空之中也有无数毒液飞射而出，开始在楚风的不远处凝聚。很快的，那毒液化做了一个超级巨人。这个巨人比石头巨人还要高大，但是他却很是恶心，浑身上下都是由绿色的粘稠毒液组成，看不清五官，看不清脸庞，唯有毒液在翻滚，在流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但楚风却能够认得出来，此人正是毒万物。
兄弟，你终于醒了。看着眼前的毒万物，楚风淡淡的笑道：“不好意思，楚风，我居然无意间伤害了你的朋友，我这就为他们疗伤。”毒万物说话之间，巨大的手臂猛然一挥，顿时狂风四起。但最终重要的是，在其挥动手臂之间，他的身上便再度毒液四射，眨眼间又覆盖了众人的身体。不，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是心头一惊，面容失色。只不过下一刻，本惊慌的人们都愣在了那里，人们不再遭受毒液的腐蚀，反而是那被腐蚀的地方开始愈合，真是神奇。见到这一幕，练兵仙人等人也是感叹不已。都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满身毒液的怪物不仅可以用毒伤人，竟然还可以用毒救人，化解了。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在人们近乎绝望之际，楚风竟然以一己之力化解了这场危机。现在人们终于明白了楚风那句真是愚蠢的意思，原来楚风早就胜券在握，想到了解救众人的办法。此刻人们看向楚风的目光越发复杂起来，因为在精灵国王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是楚风救了他们所有人。原来如此。而就在众人狂喜之际，那血姬的声音却再度响起：“真是想不到，你居然认识这个小鬼，且从一开始你就从那毒液中确定是他。你用血液化血液，并非是用血液救人，而是用自己的血液与毒液相融，然后用自己的气息唤醒他。楚风，我又一次小看了你。”血姬的声音之中竟然充斥着敬佩的意味，只不过那声音已是越来越远，说明血姬说这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逃遁，且没人知道他究竟逃向了哪个方向。该死的妖女，我迟早要将你炼为血水。然而此刻毒万物却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血姬有着极大的恨意。只不过当毒万物发出这声杀意滔天的咆哮之际，远古精灵的大军们却是眉头紧皱，面露惧色。就在先前，毒万物差点杀了他们，哪怕现在毒万物与楚风称兄道弟，可他们对毒万物还是有着深深的恐惧。兄弟，你这个样子可是有些吓人，我来帮你恢复肉身。楚风淡淡一笑，随后便开始布置阵法，覆盖了那恐怖的毒万物。而在阵法运转之后，那由毒液所凝聚的巨大肉身便开始缩小，很快的便化作了一个男子的模样。此人正是毒万物，只不过此刻的毒万物乃是赤着身子，所以楚风又用结界阵法为他造了一件衣服，且直接套在了他的身上。楚风，你又一次帮了我。毒万物打量着自己的肉身，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是兄弟，就不要说这种话，我帮你不是应该的吗？更何况你也要帮我。楚风笑着说道。看到毒万物，他很是高兴，也幸亏那毒液是毒万物，否则楚风也是没有办法阻止这场浩劫。你不知道能够恢复成这个样子，对我来说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毒万物说这话的时候，双眼已然湿润。其实不用毒万物说，楚风也是能够想到，毒万物肯定是遭遇了什么，但不管究竟是什么，那一定是很糟糕的回忆。看来你是在炼化那传承蛊的时候被暗殿之人利用了。楚风说道。当初毒万物与楚风分道扬镳，就是要炼化其先祖留下的传承蛊。毒万物那个时候便知道那传承蛊很难控制，搞不好它会成为怪物。而毒万物先前的确成为了怪物，并且成为了被暗殿掌控的怪物，所以楚风觉得定是他炼化那传承蛊的时候出现了差池。是这样，我当初不远万里的来到此处炼化传承蛊，就是想着万一失败也不会伤及他人，可没有想到却被那个妖女所利用。体及此事，毒万物一脸的恨意。是那个妖女吗？没有其他人。楚风问道。还有暗殿殿主，此处的阵法是暗殿殿主所布，一些手段也是暗殿殿主在用，但真正在操控的却是那个妖女。那个妖女懂得使用非常邪恶的邪术，是用那邪术控制了我。毒万物说道。邪术？听得此话，楚风也是眉头一皱。从毒万物的画中，楚风可以听出那妖女掌握的所谓邪术，似乎比暗殿殿主的结界之术还要厉害。楚风，这位小友是？此刻精灵国王等人走了过来，他们实在是好奇这位究竟是谁。先不说之前那恐怖的毒液，单说这位此刻的修为，竟是9品武帝，与精灵国王一样强横的武帝巅峰，这样的实力实在是让人们想不重视都不行。诸位前辈，此人乃是毒万物的后人，而他也叫做毒万物。随后楚风便与众人讲述起他与毒万物相识的经过，以及毒万物为何会变成今日这个样子。哈哈，这么说来，你能认识这个毒万物，且得到百毒不侵之体，还是拜我所赐个？得知经过，雪发仙人则是沾沾自喜，也算是吧。而楚风则是一声苦笑。虽说雪发仙人的确是阴错酿成了好事，可他当初的目的终归还是拿楚风当试验品而已。况且若不是楚风自身实力过硬，早就死了，怎么可能会有今天？而现在雪发仙人竟为此事儿沾沾自喜，楚风当真是有些无语。诸位，虽然这段时间我一直被暗殿利用，无法控制己身，但神智并未混乱。这段时间发生过什么，我皆知晓。所以我不仅知道你们与暗殿之间的争斗，也知道你们今日来此是要找暗殿的大本营，而我刚好知道暗殿真正的大本营在何处。毒万物说道。此话当真？听得此话，众人皆是面露意外的喜色。此次他们前来本就是要孤注一掷，与暗殿一决生死，却想不到落入了这个陷阱之中。而现在只因楚风不仅化解了这场浩劫，且还让毒万物这位武帝巅峰为他们所用，此次可谓因祸得福。若是这个时候他们能够找到暗殿真正的大本营，那绝对是势不可挡。暗殿的大本营就在万里雪域。毒万物说道。万里雪域。听得此话，众人神情皆是一变，本狂喜的面容顿时凝固起来。但是此刻楚风的心中最为复杂，因为他不是第一次听说万里雪域，对于万里雪域他也是颇为了解，知道万里雪域是武之圣土，极为偏僻的一个地方。
那里也是五只圣土极为出名的禁地之一，因为在万里雪域有着一种极为凶猛的妖兽，叫做冰雪凤凰，而冰雪凤凰是万里雪域卫领地，所以凡是在万里雪域内遇到冰雪凤凰的人，都会被冰雪凤凰所杀。楚风之所以了解万里雪域，那是因为他的朋友淡台雪当年破开韩雪比的秘密后，便前往了那里，而淡台雪要找的便是冰雪凤凰。想一想，距离当初淡台雪与楚风分别已是许久，这些时间楚风叱咤风云，在五只圣土做下了不少轰动一时的大事，可淡台雪却了无音讯，再未出现过。楚风一直在担心淡台雪的下落，本来楚风想着有时间了，要去万里雪域寻找淡台雪的下落，只是哪曾想事情不断发生，他的行动也是身不由己，一直未能够去寻找淡台雪，竟然躲到了万里雪域，难怪一直找不到。此刻精灵国王的眼中则是涌现出了浓浓的意外之色。万里雪域可有些难搞啊，冰雪凤凰虽然数量不多，可却是五只圣土最神秘也是最难搞的妖兽。此刻就连身为八品武帝的梁华大人神色也是有些复杂。事实上，当梁华大人说出冰雪凤凰的名字之后，在场的诸位大人物皆是神色不对，大有一种谈之色变的味道。冰雪凤凰真的存在？楚风忍不住问道。毕竟冰雪凤凰与淡台雪有关，何止存在，那是非常危险的存在。暗殿还真是胆大，居然躲到那里去。莫非冰雪凤凰被他们消灭了？不可能，以暗殿的实力还做不到消灭冰雪凤凰，只是为何他们能够在万里雪域安营扎寨，冰雪凤凰却坐视不理？精灵国王双眼微眯，不由得思索起来，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与冰雪凤凰达成了协议，如今他们与冰雪凤凰乃是联盟。毒万物说道。什么？暗殿竟然与冰雪凤凰联盟？这下可糟了。得知此事，包括精灵国王在内皆是眉头紧皱起来。见到这一幕，楚风也是神情一动，意识到了冰雪凤凰的不简单。因为当远古精灵知道天道府与人王府和冰雪凤凰结盟之后，有的只是愤怒，毕竟从始至终他们都未将天道府与人王府放在眼中，可是提到这冰雪凤凰后，他们居然会如此反应，就像是面临着大敌一样。很显然，冰雪凤凰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存在，棘手到远古精灵也必须认真对待。莫非冰雪凤凰之中也有五帝巅峰的存在？楚风问道。在他看来，精灵国王乃是五帝巅峰，除非同是这个境界，否则不会让他这般。倒不是冰雪凤凰之中有五帝巅峰的存在，而是冰雪凤凰掌握着一个特殊的法宝，那法宝能释放出五帝巅峰的强者，并且因为是至宝所化，所以那个五帝巅峰的强者乃是不死不灭的。幸好冰雪凤凰只是认准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守着万里雪域，否则五只圣土上真正的霸主未必是我远古精灵。精灵国王苦笑着说道。冰雪凤凰竟如此凶残。得知此事，楚风也是颇为吃惊，不死不灭的五帝巅峰，那的确很是可怕。最重要的是，冰雪凤凰特立独行，连我远古精灵都看不起，怎么可能与暗殿结盟？梁华大人与落空大人，包括另外两位元老，皆是面露不解之色。暗殿殿主来自天外，冰雪凤凰再自负，也只是五只圣土的存在。也许暗殿殿主真的能拿出让冰雪凤凰甘愿结盟的理由。精灵国王说道。听得此话，人们不由看向了楚风一眼，纷纷释然了。不管他远古精灵如何高贵，可是他们也知道，若要与来自天外的楚风比，他们还是比不起。而暗殿殿主也是如此，那现在怎么办？众人看向了精灵国王。事到如今别无他法，就算冰雪凤凰与暗殿结盟，那也必须要一战。精灵国王说道。事不宜迟，现在便出发吧，最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不能让他们有过多的准备。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所说即是。精灵国王点了点头，随后看向毒万物说道。有劳这位小友了，应该的，就算你们不与暗殿开战，我也绝对不会放过那个妖女。毒万物眼中寒芒四射，随后便为众人带路。远古精灵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向万里雪域挺进，还是那座漆黑阴暗的大殿内，暗殿殿主仍在那里，坐在那张威严而霸气的座椅之上。此刻，暗殿殿主仍旧戴着面具，可是从他的双眼可以看出，此刻的他很是高兴，他很相信雪姬，所以在他看来，此次远古精灵只要上钩，必是自取灭亡。在五只圣土，他最忌惮的敌人，终于要被其铲除了。忽然之间，一道倩影飘落而入，虽然宛如仙子一般，缓缓落在了暗殿殿主的面前。此女长得极美，胜过仙子，但却浑身都散发着如魔鬼一般的危险气息。而此女正是雪姬。我的雪姬，你总算回来了，再不回来，我可就要去找你了。见到雪姬归来，暗殿殿主笑得很是殷勤。他这样的一面，唯有在雪姬的面前才会表现出来。失败了，雪姬说道。失败了。听得此话，暗殿殿主猛然站起身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缓和了片刻后，才问道：到底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失败？本来一切顺利，远古精灵的联盟大军就要被那毒物所杀，可万万没有想到，楚风竟认识那个毒物，还用结界阵法将毒物唤醒，并且帮其恢复肉身。如今那毒物不仅摆脱了我的控制，还站在了楚风那边。雪姬如实说道。你说什么？那毒物既然认识楚风，如今还恢复神智，站在了楚风那边，你是怎么搞的？不是说已经完全控制他了吗？得知经过，暗殿殿主顿时大怒，因为他也很清楚那毒物的可怕，若是毒物恢复理智，定然是要与他暗殿为敌的。如今一个远古精灵的精灵国王就已经让他颇为头疼，再加上一个凶残的毒物，那绝对会更为的棘手。我的确已经控制他，但却没有想到楚风居然能够唤醒他，只能说那楚风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所以这件事也并不能怪我，毕竟我的确是成功控制了那毒物。雪姬说道。不怪你，难道怪我？你让我倾尽资源帮那怪物稳住修为，
让其从那毒蛊之中获得九品武帝的力量。到了最后，他竟然去帮楚风，而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搞了半天，竟然是为那楚风做了嫁衣。此刻暗店店主当真是愤怒不已，也就是眼前的是血姬，若是换做他人，他定要一巴掌将其拍得魂飞魄散不可。这实在是太可气了。如今他最憎恨的便是楚风，可现在居然又被楚风给破坏了计划，这着实让他无法忍受。生气有什么用？我也很生气，可能改变事情吗？那毒万物似乎知道我们在此处，现在正带着楚风他们向此处赶来，而之前设下陷阱的地点距离万里雪域本就不远，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到。所以店主大人，你与其在这里与我生气，还不如想想怎么应付他们。要知道你现在面对的可不只是精灵国王，还有一个叫做毒万物的九品武帝。雪姬凝重地说道。真是该死。听得此话，暗店店主气的一拳向下轰出，随着一声巨响传来，这辽阔的空间都是一阵剧烈摇晃。然而就在这时，那下方竟然传来阵阵刺耳的嘶吼，宛如魔鬼一般的声音充斥此处。一时之间，这方空间摇晃得更为剧烈，仿佛随时都会崩塌一般。店主大人，我劝您冷静一下，不要远古精灵还没有过来，便让您的宠物将您吃掉。雪姬眯着双眼说道。你用了那么多远古凶兽才炼化出的这么个东西，到底还要多久才能为我所用？暗店店主问道。快了，只要能够争取足够的时间，1个月后我就让你成为这5只圣土的最强者。那个时候，您不仅将成为5只圣土的最强者，还会获得你天外的族人也没有的力量。那个时候，您再重返天外，将是何其威风！雪姬说道。听得此话，暗店店主目光一闪，似是想到了什么。本极为愤怒的他，竟然平息下了自己的情绪，说道：事到如今，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让我们的盟友帮忙挡一挡了。那些个冰雪鸟可不好对付，你确定他们愿意帮忙？雪姬问道。你就这样说，只要他们帮我们这次，我定会医好那个丫头的病。但我若出现3长2短，整个5只圣土没人可以救得了。那个摇头，暗店店主说道。好。雪姬说话间便转身离去，而在雪姬走后，这方空间便只剩下了暗店店主以及那地底深处如魔鬼一般恐怖的存在。楚风，待我大功告成，练成魔功，定要让你知道得罪我的后果。暗店店主看着下方仍不断传来咆哮的东西，眼中涌现出浓浓的杀意，而随着向下观望，暗店店主的目光竟然开始变化，本是愤怒的目光开始出现了喜悦，并且越是观望，那抹笑意便是越浓。忽然，暗店店主将手放在面具之上，摘下面具后，浮现出了一张沧桑的脸。原来这位暗店店主不过是一个中年男子而已，他活的年岁自然要比楚风大，可依照他的年龄，在5只圣土来算，也只是一个小辈而已。可是他的脸上却尽是阴狠之色，虽然他此刻在笑，可那笑容却将他的狠辣与阴险表现得更为清晰。楚风啊，楚风，世人都觉得你是这个时代的帝王，却不知这个时代的帝王注定要是我。我不仅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帝王，还将成为5只圣土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位帝王。而你，就算有些天赋又如何，也终究要成为我的踏脚石。又过了几日，远古精灵的大军不仅踏入了万里雪域，且距离暗殿的大本营也是越来越近。只不过他们此刻却被一只巨大的冰雪巨鸟给拦住了去路。那冰雪巨鸟最小的也有30余米长，最大的几只皆是长达100米。冰雪为肉身，寒气更是逼人，每扇动一下翅膀，都会狂风大作，暴雪成灾。而这些冰雪巨鸟正是万里雪域最神秘的妖兽——冰雪凤凰。